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嘿嘿，最近的行情就是这样，僵尸盘，而且呢，庄家还时不时的给你们来一个假拉盘、假突破，然后呢，直接给你杀一个回马枪把你割了。现在这个行情，大家想要赚钱，确实是比较难的。不过呢，有很多人都笃定，接下来赚钱的机会就是明天的以太坊2.0合并的事情，对不对？好。今天我就从专业的角度以及市场的角度来给大家讲一讲以太坊合并的那些坑。今天咱们节目的内容可是非常的丰富，你们真的是有耳福了，仔细听好吧。我要讲的东西是关乎于你们接下来到底能否，不说赚不赚到钱，至少能让你不冒风险。仔细听好了。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冒了风险了，被政府的恶性政策给割了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而且呢，我最近又搞了一个新活动，我会从每期节目的留言点评当中主观的抽取1名观众，直接给你转账讲钱，讲 USDT 啊。我的评选指标很简单，就是你的留言内容必须与我今天讲的话题的相关度比较高，或者呢是你分享了与本期话题相关的自己的精华观点，讲得比较好，很有专业度，或者是很有见解。我都会有可能抽你，给你讲钱。留言的时候别忘了留下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能直接给你打钱了。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价值0.1个以太坊的 Eternal Brood 召唤10亿颗。好，来讲正题。我先想给大家接着昨天的话题解释一下，美国政府打算怎么套路以太坊啊。首先呢，货币数字化这是全球的趋势，而货币的铸币权、流通权是一个王朝的根基，是必须要牢牢地掌握在政权手里的，掌握在太激动了，掌握在政府手里的。那美国恰好又手握着世界经济的变速器，在美元出现了一定危机的情况下，Web3 数字货币这个新的，最近嗓子不太好。这个新的领域则是一个很好的新的泡沫池子，可以让政府转移泡沫。而以太坊作为中俄背景的东西，还是参与过资助朝鲜开发区块链技术的项目方。那这种项目显然是不可能被美国接受的。只不过呢，前几年美国人过得有点太安逸了，在区块链这块比别人慢了一步，所以呢，以太坊捷足先登，大火特火，捞了不少客户。那美国持有以太坊的用户数也不是少数啊。如果说 SEC 直接正面刚把以太坊给干死了，影响会非常的不好的，而且不利于自己的民主公平的形象塑造，会把自己的招牌给砸了，而且也不利于新兴项目都来美国投资，因为都怕美国现在也搞中国的政府铁拳那一套，所以呢，美国不能硬着来，但是美国它也不是傻逼你们看，美国现在的 SEC 还给以太坊搞什么 ETF 这个合法化呀，要给它金融牌照呀，面具人，我想跟你们说，这些都是连环套。你们听懂了没？都是连环套。为啥啊？首先呢 ，POW 机制，也就是传统的用矿机呀、显卡去挖矿，这种模式是相对去中心化的，因为实物的显卡矿机，你很难查到机主是谁，而且就算要查，你还要查它的出厂号呀、流水呀、订单呀、运输信息呀、电费来源等等等等，这样去查的话，成本太高了。但是以太坊从 POW 转 POS 机制了以后，是可以直接获取终端的用户数据的，而监管机构它要的就是这些数据，它只要得到了这些数据，敲敲键盘，就能得到所有的客户信息，敲敲键盘就能把这些所有的客户都管理起来。
美国政府要的是这个，但是他又不能硬来，听明白了没？他要把握住很好的尺度和分寸，把以太坊哄着、套路着，把信息用户全部弄过来。然后呢，美国只需要扶持自己本土的公链或者项目，因为它已经得到了海量的用户信息了，对不对？而实际上呢，美国也不用去太过在乎什么公链或者是区块链项目，因为美国政府在这一块已经又向前迈了一步，走到更前面了。它只需要建立一套监管体系，然后再重点培养扶持自己的嫡系区块链生态就好了。大家还记得前段时间啊，就是前2-3个礼拜吧，那个被制裁的 Tornado Cash， 它的下场就很清晰地阐述了美国政府是如何控制区块链的。那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这么做的道理啊，我等会儿再给你们揭秘。为什么他不是很在乎啊？要扶持自己的嫡系公链啊？他要先去完善监管机制啊！这里面可是有大秘密呢，是非常科学的逻辑啊！等会儿再告诉你们，放在节目中后段我再说。因为这个秘密啊，是牵扯到了公链的实际价值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我们先来说一说以太坊合并的那些坑吧。很多观众由于手里面有大量的以太坊，或者是准备在合并之前想蹭一波行情，入场买一点赚点钱嘛。好，我今天给你们来解答一下以太坊的近期以及它的未来发展。究竟我们该思考什么逻辑？从哪些角度去看，才能降低我们的风险，才能保证我们的盈利啊？首先，大家都认为以太坊 2.0 是大利好，对吧？可是观众朋友们，你们仔细想一想啊，除了政府的政策性利好会在当天造成一定的盘面影响，而其他的所谓的项目方的利好，不论是以前的 BTC 减半，还是什么 Coinbase 上市，这些消息往往都会被提前几个月给放出来。然后呢，真正到了消息开始的那一天，大家就会发现，也并没有什么旱地拔葱的效应，是不是？那这究竟是为啥呢？面具人，我想告诉你们啊，消息它既然放出来，而且找各个新闻网站去打广告，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操纵市场，就是为了让你知道。否则呢，这些新闻广告的成本是从哪儿出的呢？然后呢，就是这个消息早就放出来了，从你得到消息的那一天开始，你们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你们怎么买，庄家怎么出，怎么套你，都已经是提前人家庄家们开会啊，制定了多少次的这种战略规划、商业计划了。你们只需要按照剧本一步一步的往圈里面跳就行了。人家早就计划周密、计划齐全了，怎么样？促使你们会有买的行为。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去套利？听明白了没？还有呢，就是现在很多以太坊的支持者们都在鼓吹的减半说，说以太坊转了 2.0 以后就会大量减半，以太坊就更稀有了。大家都认为以太坊从 POW 转 POS 了以后呢，将会大大的减低矿工们的挖矿奖励，因为挖矿的矿工们都没有了嘛，对吧？而电费矿机的成本又高，这部分奖励呢，就被降低下来了，就被砍掉了，并且呢，会再次分配作为利润分配给那些节点质押的玩家。其实就相当于把以前差不多每天需要13000个以太坊的矿工们的成本减少为了更低廉的一天只需要2000到5000个以太坊的验证节点的玩家，相当于你把高工资的玩家给砍掉了，换成一批廉价的劳动力，给你做什么服务器验证节点。那么也就是说，以太坊每天会减少差不多有1万枚左右的增发吧。那反过来想一下啊，确实是啊，以太坊的增发量小了，是有利于币价的。但是各位，你们不要忘了，这是建立在基础买量不变少的情况下的。听明白了没？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它的增发量降低了，而你的基础的市场支持买量
没有变少，那就是相当于你的这个币更稀缺了，价值更高了。否则呢，增发量虽然减少了，但你想一下，用户量也减少了，买量也减少了，或者是共识变弱了，那你增发量减少也没用嘛，对不对？一降巨降，那等于没降，是不是？还有一些以太坊支持的那些狂热者认为以太坊合并的大利好因素是以太坊推出的这个验证节点有利可图你去做32个以太坊的验证节点质押，你就能得到每年4.5%左右的年化收益那这种年化收益就会导致非常多的人把他的以太坊质押到信标链上去，并且呢，至少要质押半年到1年。所以呢，这些被锁住的这部分以太坊将会大大的减少抛压。那面具人，我想说了首先，以太坊项目方在这期间会不会套利就这半年1年时间，他会不会不停的出自己的币？项目方手里到底有多少币？我们不知道咱们也不可能知道，除了他们自己人知道，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其次呢，我们通过合并利好这个消息已经释放了有2个月了从这2个月来看，有大量的人买入了32个以太坊，这个记录以太坊的持有地址量都一次次的刷新新高，证明有很多钱买进来了买32个以太坊进行信标链质押。可是呢，你们发现奇怪的东西没有？币价并没有涨，反而跌了。那照这种情况来看呢，确实是有人在大量的套利。那这些大量的套利的人究竟是谁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大家可以脑洞一下，给我留言一下你们自己的分析和观点而且你想一下又有人大量的买币去质押，还有合并的这种史诗性利好的情况下，币价还一直上不去。就这，你们还怎么能有信心期盼这个质押解锁了半年1年以后，到了所谓的上海升级，至少会有3000万枚以太坊解锁，到时候会形成巨大的抛压的，那币价到那个时候就能扛得住吗？大家仔细想一下在币圈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之前Luna还是不可一世的可是呢，Luna坍塌的时候，有多少人是不敢相信呀？而且那个速度，当然了，面具人，我不是说对以太坊特别悲观我说它要崩盘。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有好有坏我们只能客观理性的去看。当然了，以太坊也有它的好的一面，那就是2.0升级了以后会有一些降低成本呀，或者是方便别人理解呀这些好处。但是究竟能有多好，我也不好说。而且你们还要想一下这个币价砸下来了以后，为啥要砸下来？就是为了让这些人觉得现在，尤其是矿工矿工们挖出来的币现在卖已经不划算了，币价跌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算了，做信标链质押吧，那就会降低一部分抛压。但是面具人，我想说，这些方式仅仅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而且呢，积压的这个疾病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恐怖，压力会越来越大，这是传统的 DeFi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听明白了没有？而且以太坊的这个质押1年的年化利率只有4.5%，它的这个收益也就只比银行高一点点。再说了，你存银行里面的钱，这个钱是不贬值的法币，如果说不是政府马上要倒台了你像买美金、买人民币都不会咋贬，是不是？以太坊可是有涨有跌的呀。那这种 DeFi 模式最终积压的泡沫怎么消？庄家们套的利谁来承受？好家伙，你1年5%很多吗？4%很多吗？币圈几分钟就能给你来一个5%甚至10%几的涨跌幅，甚至直接有些币1分钟给你归零了。而且呢，这个币的质押回报率它是动态的，质押的人多了，你的收益就降了。虽然币价有可能上去，但也有可能上不去，毕竟有人在偷偷的出自己裤裆里面的货嘛。
而质押的人少了，虽然你的收益上升了，但是币价可能就会跌了啊，风险可能就会高了，你还是不划算，对吧？而且这个币一涨一跌，几个点没了，你说你质押1年，那一点点3瓜2枣的，有很大的吸引力吗？所以这也是一个矛盾啊。而且你们记住了，以太坊的通胀率是每年1.5%，那么4.5%的年化减掉1.5%的通胀，你还没算你自己现实生活当中每个国家基本上每年有5%到6%的通胀啊，你还没减掉这个呢，你还不算币价涨跌的风险，那这个以太坊的利润期待还真的是不行呀。而且以太坊的燃烧也是一个问题，之前有 NFT 呀，有元宇宙呀，各种炒作概念呀，包括很多门外汉不知道区块链，不知道以太坊，所以呢，很多人就被营销进来了。那这波人一被营销进来以后，就会造成交易的需求量增大，手续费、gas 费就会增高。那市场它是有一定的筛选机制的，之前的币圈那么的火啊，什么币都涨几十倍、几百倍，能吸引进来的人也都吸引进来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呢就会进入一个缓慢平稳的增长推广期了。你能吸引来的就是能吸引来的，吸引不来的，你哪怕涨1万倍，别人也不动心，别人就是不玩。你可以看一看你周围的亲戚朋友们，是不是很多人都是有这种态度的，对吧？那之前是因为交易需求量大，所以 gas 费高，燃烧得快，但是现在以太坊的燃烧率显然没有那么高，并且呢还有其他的更便宜的链可以选择。所以呢，这也就是为啥以太坊就算转了 POS， 它也不敢降低 gas 费的原因。它降了 gas 费就没办法去泡沫了，听明白了没？再加上我昨天说的，矿商们联合以太坊基金会将会做一些小动作。So， 以太坊接下来想要抓住赚钱的节奏还是比较难的。我认为短期的利好投机的机会还是有，那至于长期嘛，需要看庄家们怎么操作了。不过你们仔细观察啊，以太坊的这种经济模型俨然已经是很典型的庞氏玩法了，是不是？你质押我质押，然后大家拿利息，那这个利息从哪儿来呢？币价从哪儿涨呢？必须得有后面人拿更高的价进场。如果说后面的人不拿更高的价进场，那这个盘子怎么维持呢？你以太坊是能造几个面包了，还是说能放几个黄片给大家看，让大家心甘情愿的付一些撸管费，付一些这个会员费啊？都没有，是不是？那说到这儿了，就要引出我要说的以后链币的发展、项目币的发展以及美国政府的布局了。其实随着 Web3 领域包括生态的开展、社会的发展，链币的权重以后会慢慢的降低的。为啥呢？你们仔细想一下啊，链币的功能基本上就是承载交易，让大家在这个链上能发币、能发 NFT， 对吧？能实现一些简单的应用。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币圈不存在去中心化，任何事情都是由项目方控制的。以太坊的这次升级就狠狠地打了那些所谓去中心化信徒们的脸，是不是？很多人觉得我矿机挖矿就是去中心化的不受项目方操控的。结果呢，来打脸不？项目方说杀矿商就杀矿商，说杀矿工就杀矿工，说升级说改就改，你不改你就去死。其实链币它就只是用来承载项目的，做一个交易功能而已。而这个被承载的项目，它如果是优质项目的话，它一定是会要去做大的。那么它要做大，发展自己的公链也就是必然。我们就拿腾讯来说一下，它一开始仅仅就出了一个简单的 QQ 聊天软件，然后呢它再出游戏，然后又出视频平台、微信钱包之类的。
他的钱包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公链嘛，是不是？他的支付平台，他的购物网站，是吧？那一个优质的项目要发展，他也会出自己的游戏平台，出自己的社交平台、媒体平台，出公链，出自己的链币，自己孵化项目，在自己的链上玩，让大家都买我的链币，我还能赚更多的钱，对不对？这一切都是由项目方主观控制的，而且在目前 Web3 领域区块链上面，你想要发展项目，你想要干任何事情，不管从募资还是去做，你的监管成本都是非常低的，你的融资成本也是非常低的啊，并不用说啊，你要申请个什么营业执照，你要申请个什么金融牌照，要由什么样的专业机构来监管，你才能去发项目。随便一个人想发就发了，是不是？而这些人当中不乏有能力的、有野心的、聪明的项目方，人家能做大了、做好了，人自己能发链币赚钱，人凭啥用你的链？是不是？现在做一个公链，简单的跟个啥一样，对不对？啊，一个项目是生是死，你觉得是由消费者说的算的吗？或者说是由项目方说的算的呢？嘿嘿，其实目前 Web3 的生态还只是一个非常初期的阶段，整个生态还没有完全爆发起来，但是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生态，越来越多的公链项目，所以以后推出来几十个公链、几百个公链了，几千个项目、几万个项目了，难道美国政府要把每个链、每个币都要审查一遍吗？不用，美国政府只需要弄一个什么币圈的纳斯达克，或者是币圈的华尔街或者是什么应用对接的规章制度建立一套体系，监管控制就行了。也就是说，你想要让我的美国用户或者和其他的美国旗下的联邦、友邦国家的客户使用你的这个区块链玩意儿，那你就必须得全面接受我的监管，东西要由我控制，否则呢，你就会像 Tornado Cash 一样，人家美国政府直接一个行政命令，下令所有的和美国有关系的人不得使用，谁敢用谁就是违法，就抓你，就罚你钱，那么你就凉透了，对吧？所以面具人，我觉得那些什么个链币呀、AVAX 呀、Matic 呀、以太坊呀，他们日后会被越来越分散，因为你实际上你要实现一个应用，你要玩什么游戏，你要去买什么东西，你并不会特别在意你是用微信支付还是用支付宝支付，还是用腾讯的充值卡充值，还是用盛大的网易的充值卡充值，你在乎的只是这个商品它的品质好不好，这个游戏好玩不好玩。如果说你喜欢玩这个游戏它只支持腾讯用户去充值，那你就必须得买腾讯的点卡去充值。如果说它只支持网易的点卡充值，那你就必须得买网易的点卡去充值。做管道永远不是核心，明白了没有？而真正的消费商品才是核心。链币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听懂了没？所以呢，根据这层逻辑，你们仔细想一下，各种链币的炒作投机爆发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因为它只是一个渠道，买它来就是为了投机的。网络渠道它并没有什么生产价值它还不像你现实当中的此路由我开，想要过路留下买路财，并不是这样的。网络当中渠道是无限的，而真正有价值的是商品，不管是实体商品还是虚拟商品，听明白了没？商品跟渠道可以绑定，那绑定商品的渠道的价值是决定于这个商品的价值的。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觉得某个币跟某些牛逼的，比如阿迪达斯呀、耐克呀、星巴克呀，或者是一些职业球队呀，达成了一定合作关系以后，它的币价就能涨，它就是大利好。这就是源自于传统的基本逻辑，大家也都明白，大树之下好乘凉，是不是？但是你们想一下以后各种各样的渠道都会越来越丰富，
各种各样的牛逼的项目都会出来，啊，链币它也会越来越多。你不信，你们自己观察一下链币的发展嘛。之前只有以太坊，现在是不是出来了阿童木、Cosmos AVAX、Matic， 甚至火币链、币安链，各种各样的链，中币链啊，虎符链啊，只要是个交易所，它都能发自己的链，是不是？虽然有些链倒了，有些链倒了，并不代表网络空间不存在了呀，是不是？以后的链会越来越多，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嘛。从以太坊一个链到现在各种各样的链，对不对？这些链它的炒作投机爆发期已经过去了，因为再往后啊，没有人会特别纯粹的以这个我买的低，我就盼望着割后人的韭菜，让他高价买我的币，是不是？而且呢，随着项目的增多，链币的增多，资金会被越来越打散，所以呢，以后的加密货币的竞争、项目的竞争又会回归传统的赛道，比拼的是谁的商业模式好，谁的产品好，谁的服务好，这就是本质价值，听明白了没？如果说没人消费买单的话，庞氏的投机玩法也就走到头了，传销、庞氏游戏毕竟不是主流，而且很多那些思想比较保守的占大部分的人，他也不愿意把钱投到这种庞氏玩法里面。所以面具人，我觉得像什么以太坊回4000多呀，这个各种各样的币回之前的高点啊，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以后的市场发展一定是百花齐放，而且老旧的技术一旦满足不了新生市场的需求了，它一定是会被淘汰的。而且大家仔细想一想，去中心化是不是也只是个伪命题，只是方便项目方跑路的说辞而已？任何项目都是由项目方控制的，是不是？那么大家去投项目，大家去买东西，图的是什么？要么能赚钱，要么有好的商品、好的服务，对不对？咱们就单拿赚钱出来说，跟随强大、聪明、负责任的项目方，那他才有可能赚到钱，是不是？而一个强大的项目方，他一定是不会去附庸在别的链上面的，他一定是要搭建自己的生态的，对不对？很多人会觉得啊，那我这个币，我这个 NFT 在这个链上，那就已经绑死了呀，就不能去别的链呀。我告诉你们一个盲区啊，不管是币还是 NFT 还是链游它在什么链上，这个链那个链上，你考虑这个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只要项目方愿意，它是可以把你的币、把你的 NFT 从这个链转到另外一个链的。更别说什么实体商家支付了，去拿什么链去买东西了那就跟之前中国的这些商家是一样的嘛。我店里无非就是多摆一个二维码的事儿嘛，摆一个微信的，摆一个银行的，摆一个支付宝的，再摆一个什么天天付的都可以呀，是吧？我哪条链都能收钱，你给我的钱是真钱，你给我的 USDT 是能用的，我就给你货，明白了没有？所以说呢，一条链独大的时代必然会被终结，以后绝对是更实用、更通用，并且有消费留存的 Web3 时代你不要只死盯一个链了。面具人我之前说过，前一段时间可以一直玩链币，但是现在链币也开始颓势了，那我们就要找新的投资方向了。面具人我已经在布局这一块了，而你们呢，还沉浸在你割我，我割你的这种庞氏玩法里面，就会像我去年警告你们的一样。我当时说的是不是不要玩即将被淘汰的项目币，什么 Gala、Sandbox 之类的，否则呢，你就会被扫进坟墓、扫进垃圾桶，一起给他们陪葬的。来，各位，从我去年11月、12月说的这种论点，到现在已经将近1年过去了。来，你们看一看，回过头想一想，你当时如果买了 Gala、Sandbox 重仓进去了，到今天你是不是连骨灰都被扬了，坟头都3米高了如果说
你有幸能在那个时候看到我节目，听了我的劝的，那你现在应该是有惊无险吧？是不是？那至于没听我话的，或者是跟我没缘分的，没看到我节目的，没有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的，哎，现在估计肠子都悔青了。其实面具人我带观众，尤其是带我的会员们避险不是一次两次了啊。狗狗币、AXS， 包括 AVAX， 我都给大家说了在什么点位逃跑，明白了没？你看我的会员们啊，在前段时间以太坊3000多的时候，比特币4万多的时候，我就直接发公告告诉我的会员清仓，赶紧跑，赶紧跑。从那之后啊，我们基本上都是在做短线，赚到就跑。而刚好呢，面具人我这个人的预判能力、节奏感、准确度还不错啊，我不能说我10次准个8、9次，至少呢10次准个6、7次。7、8次还是可以的，准到7、8次算是比较极限的发挥了啊。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的预判能力还是比较准的。来，各位老观众朋友们，可以给我留言做个证，你只需要打个1就行了啊，作证看看是不是面具人。我带你们几次逃顶，而且呢，几次的这种预判的节奏还比较准，让大家赚到就跑，是吧？钱赚到了，拿到手里面才是硬道理啊。那既然你们都期待、都相信我的预判能力，行，我接下来再说一下预判的事情啊。明天9月6号，以太坊就要开启合并流程了，是不是？在座的各位，你们当中我估计大部分的人都在纠结该不该买，是不是怕踏空啊？没买上后悔了怎么办？那有这种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啊。其实你们想买可以买一点，那具体该怎么买，你们也可以参考一下我昨天的视频啊。我昨天已经把以太坊的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各种剧本啊，涨还是跌，或者说是怎么样涨怎么跌，说得很清楚了。新观众一定要回看一下昨天的节目啊。而对于面具人我来说啊，在这种投机行情之下，我买或者不买都可以，我心里面踏实得很，安稳得很。为啥？因为面具人我已经发现了新的赚钱赛道了。就像我当初发掘了狗狗币之后，又发现了 Axie， 然后呢，又告诉大家玩链币能赚大钱。来，各位观众，你们告诉我，在每一个币圈的时代的交接的风口，面具人我选的大方向有没有选错？是不是？然后呢，在链币当中，我还穿插着，让大家去投机一些小的 NFT， 赚钱了没？但是 NFT 也只能纯投机，昙花一现，赚到就跑，听明白了没？但是面具人，我发现接下来的这个赛道啊，是真正的完全体形态啊，就是 Web3 以后要实现的事情，能让大家稳稳的赚钱，而且人家也没有泡沫。具体是啥，我不告诉你们。面具人我连会员都还没给说呢，啊，主要是因为时机还没到，二一个呢是因为我想自己先布局，先满足自己。人都是自私的嘛。当然了，我有机会一定会带上会员提前进场的。或者呢，你们及时的收看我的节目，也能跟上早期的节奏。OK， 如果你们不想错过这个商机，想要跟我一起参与，以达到财富倍增的效果的话，或者呢是得到及时的市场行情预判、点位分享，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或者 Little19860425办理会员入群手续，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跟着那些什么今天走个头顶形态呀，屁股形态呀，今天多了明天空了，或者跟那些什么交易所的托儿的博主们拿工资的那些员工嘛，去跟他们做发财梦，让他们给你画大饼造大梦造大饼画大梦，做中国梦世界第一。那世界第一了，也是中共官员们日子过好呀，跟你这些底层的奴隶有啥关系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上层人画饼造梦，底层人做梦。如果你喜欢做梦，那证明你就是个底层下贱的人。做梦跟梦想还不一样。我希望你们接下来看完这个节目，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梦想跟做梦的区别在哪里。祝你好运，再见。